大家好，2026年2月1日，韩国经营总括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韩日中国台湾大学毕业生起薪国际比较和启示。这份报告显示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现象，在采用 PPP 购买力评价计算的情况下，韩国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达到了46111美元，比日本高出 24.5%， 比台湾地区更是高出 41.1%。尤其在大企业方面，韩国的领先优势更为显著。韩国500人以上企业的起薪达到55161美元，比日本1000人以上企业高出 41.3%。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购买力评价的概念，它指的是不考虑汇率因素，仅衡量同样数量的钱在当地能够购买到的商品数量，用于比较不同地区的真实生活水平，而非单纯的账面数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韩国年轻人的起薪在整个东亚地区几乎处于断层领先的地位。然而，高工资真的就意味着拥有更好的就业环境吗？在这些光鲜的数据背后，报告也揭示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现实：韩国青年就业市场正陷入一个从高薪到低流动性再到青年失业的恶性循环。韩国毕业生的高起薪，并非源于整体经济的繁荣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而是财阀经济对劳动定价造成扭曲的结果。今天，我们就从表面优势、结构问题以及制度矛盾这3个层面来深入剖析这份报告。首先，韩国为何能够给出如此之高的起薪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最直观的数据。韩国毕业生的起薪约为46111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年薪高达32万，或者145万新台币。这一数据比日本高出 24.5%， 比台湾地区高出 41%。看起来，韩国已然成为东亚青年就业最为友好的经济体。在大企业领域，这种优势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韩国大企业的起薪为55161美元，相当于38万人民币或者174万新台币，而日本大企业的起薪仅为39039美元，只有韩国的 70%。从行业层面来看，韩国的优势同样十分突出。根据报告数据，在韩日对比的10个可比行业中，韩国有9个行业的起薪超过了日本，其中金融保险业的差距最为明显，韩国比日本高出 144.7%。在与台湾对比的17个可比行业中，韩国更是全面领先。在建筑行业，韩国的起薪是台湾的 1.6 倍，在专业科学技术服务领域，起薪也是台湾的 1.55 倍。即便不按评价购买力，而是按照市场汇率计算，韩国的优势依然清晰可见。按照汇率，韩国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是24295美元，比台湾的12706美元高出 91.2%， 等于翻倍。这充分表明，无论采用何种计算方式，韩国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在东亚地区都是遥遥领先。用数据说话，韩国好像是一个高速成长，并且愿意为人才支付高额薪酬的良心经济体。但这里存在一个关键问题，这些高薪并非是市场充分竞争后自然形成的结果，更多是产业结构与劳资关系长期相互叠加的产物。真正的分水岭并非在于国家，而在于企业规模。韩国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薪资差达到了 33.4%， 而日本仅为 14.3%。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日本，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无论进入大企业还是小公司，收入差距并不算很大，并非那么不可接受。但在韩国，情况却截然不同。在韩国，大学毕业后，年轻人面临的不是进入劳动市场，而是参与一场能否进入财阀体系的筛选考试。如果能够进入三星、现代、SK 这类大型集团，人生轨迹几乎会立即发生改变。而要是进入中小企业，可能就会长期处于低薪、低稳定性的状态。年轻人面对的并非一个连续的劳动市场，而是2个几乎相互隔绝的世界。一个世界是财阀体系，这里稳定、高薪、福利完备；另一个世界则是中小企业，工资低，人员流动频繁，社会评价也不高。于是，年轻人不再是单纯的找工作，而是拼命想要挤进那少数的入口。这就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双轨劳动市场。这种双轨结构至少带来了3个后果：一是人才过度集中，年轻人疯狂竞争少数大企业的岗位，导致中小企业长期缺人，并非是没有岗位，而是岗位质量过低；二是社会评价体系单一化，就业成功被简单的等同于进入财阀；三是看似高薪的社会，却出现了严重的就业焦虑。为什么韩国大企业的工资会不断被推高呢？这就不得不提到韩国独特的制度组合。首先是年功序列制的残留。尽管韩国
不像日本那样实行完全的终身雇佣制，但论资排辈的现象仍然根深蒂固。工资会随着年龄自动上涨，而非完全依据岗位变化进行调整。结果就是老员工的成本越来越高，企业为了维持结构平衡，不得不提高新员工的起薪，从而导致整体薪资水平被抬高。除此之外，韩国的大企业还存在强势工会的统一涨薪机制。韩国大型企业工会的力量十分强大，在谈判时往往采取整体加薪的方式，所有人一起涨工资，而不是进行差异化调整。这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企业宁愿减少招聘人数，也不愿意降低工资水平。换句话说，工资上涨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进一步促成了财阀经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韩国财阀内部存在一个内循环的小社会，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员工能够享受稳定的福利、明确的晋升路径，人员流动性极低，但这也导致外部劳动力市场变得愈发干瘪，高薪岗位越来越像是会员制的 VIP 专属。然而，这种高起薪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成本，那就是高青年失业率。这正是报告真正想要发出的警示。当大企业的工资和福利刚性上涨，而实际的生产率却未能跟上时，企业通常会采取两种措施：用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和减少招聘。韩国青年失业率长期高于整体失业率，最终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循环。高薪导致企业减少岗位，进而竞争加剧，就业门槛提高，最后导致青年延迟就业。2025年，韩国青年15到29岁的就业率降至 44.3%， 超过一半的年轻人不在就业状态，可能还在上学，也可能在备考、育儿、照顾家庭，或者因为健康原因，反正属于非经济人口。一边是15到26岁年龄段的就业人数减少了 17.5 万人，另一边是60岁以上的就业人数反而增加了 14.1 万，此消彼长。老年就业人数的增加可能挤压了青年的就业空间。2025年12月，韩国整体失业率为 2.8%， 但20多岁群体的失业率却高达 6.1%。还有一种说法叫体感失业率，就是把官方失业率没算进去的隐形失业人群都加进来。25到34岁青年的体感失业率高达 23.6%。这一数据与官方数据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因为有蹲族的存在。所谓蹲族，就是蹲在家里不工作、不社交、不升学的群体。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只计算有工作意愿并且正在找工作的人，而连续3年没有正式工作的年轻人会被排除在劳动人口统计之外。越来越多的韩国青年选择慢就业或者直接放弃就业，许多年轻人长时间准备考试、考证、重修学历，只为了能够进入少数高薪岗位，而这也导致社会的整体效率下降。报告还特别提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政策：延迟退休。如今几乎全世界都在延迟退休。前2天还看到新西兰准备将退休年龄延迟到72岁。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常规手段，但在韩国的特殊结构下，这一政策却有可能产生反效果。原因很简单，如果大企业老员工的工资随着年资持续上升，同时退休时间变晚，那么年轻人进入这个体系的入口就会被堵得更死。老员工会更长期地占据高薪岗位，新人则更难以进入这个封闭的体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代际公平问题。除此之外，报告还对比了韩日台各自就业模式的特点。日本模式的特点是起薪低但稳定性高，日本的工资涨得慢，但企业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所以就业率相对稳定，年轻人也更容易进入职场。当然，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收入上升缓慢。而台湾的薪资模式就又不一样了，台湾起薪整体偏低，但极端化的趋势更明显。台湾的问题不是高薪挤压就业，而是整体薪资天花板过低，这使得人才外流成为主要风险。台湾制造业占 GDP 比重高达 33.7%， 远超韩国的 25% 和日本的 20%。台湾制造业就业占比 25.8%， 同样高于韩国的 15.6% 和日本的 15.4%。这种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加上中小企业占比高的特点，导致整体薪资水平就不会很高。而韩国模式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起薪高但封闭不流通内循环。韩国的年轻人起薪顶端极高，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低流动性和高青年失业率。其实这份报告不仅仅属于韩国，这是东亚共同面对的问题。东亚社会正在同时经历3件事：老龄化、高学历化和大企业集中化。当年轻人越来越多，而好岗位
增长有限时，高起薪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幻象。它看起来是成功的象征，其实却意味着进入社会的门槛越来越高。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年轻人的起薪高不高，而是他们有没有机会开始第一份工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欢迎点赞、转发、订阅我们的频道。